得嘞，诸位，今天咱们从一张纸条说起。传说是这样的，某一年春晚演完，最高领导人下来跟演员握手，趁着握手那一下往一位女歌手手里塞了个纸条，上头写着一句话，大意是有事找我。这个故事传了30年，几亿人听过，信的人不计其数，而他的证据是没有一个目击者，没有一件物证，30年一件都没有。那位女歌手叫宋祖英，跟这张纸条一块长起来的还有2个说法，一个说她是海军少将，另一个说她后来被封杀了。这2条都能当场查证，而且都是假的。军衔那条文工团的演员绝大多数是文职干部，保留军籍，可没有军衔。所谓的文职将军是媒体自己写出来的。封杀那条2018年海政文工团整建制撤销，他的职务是跟着编制一起没的，没有封杀，没有一份纪检通报。那今天聊什么呢？不聊他跟谁有没有关系，那件事咱们不知道，也不装知道。今天聊的是这么一个问题，一个没有任何证据的说法，凭什么能活30年？诸位注意，这3个说法来源不同，性质不同，可他们长起来的样子一模一样。更要紧的是，没人按着您的头让您信，是咱们自己愿意信。要拆这件事，得先回答另一个问题，他到底凭什么坐到那个位置上？因为诸位，一个位置要是没人给您解释清楚它是怎么来的，那个空白就一定会被想象填满。这句话是今天整期的骨头，后面所有的分析都挂在它上面。先说出生，1966年，他生在湖南湘西的古丈县，国家级贫困县。他们那个寨子又是这穷县里最偏的苗寨之一。12岁那年，父亲得肺结核走了，没多久继父也去世。弟弟小时候一场百日咳，高烧退下去，2只耳朵彻底聋了。一个小姑娘跟着母亲和一个聋哑的弟弟住在山里一间小木屋。1981年，古丈县歌舞团招学员，15岁的她考进去了。诸位，您得明白这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。进了这个门就是城镇户口，就是固定口粮，这不叫改行，这叫改命。后面走得很正。1984年进湘西州歌舞团，1985年考进中央民族学院，1988年在一个全国性的大奖赛上唱了首苗族风格的歌，拿了金奖。也就是那次，他被推荐给评委金铁霖。金铁霖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，声乐界的教父。他那会儿正在办一件大事，把欧洲美声那套技巧跟中国的民族咬字跟地方戏曲的腔调揉到一起，捏出一套中国自己的声乐体系。他进了金铁霖的门。好，接下来是今天我最想跟诸位掰扯的一段。为什么偏偏是民歌？很多人有个印象，好像上面天生不喜欢摇滚，不待见爵士，是哪位领导口味的问题。这个理解不对，而且差得远。宣传系统挑什么音乐当载体，第一位考虑的根本不是谁爱听什么，是4个字，叫政治适配成本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用哪种音乐去传递国家意志，去整合全社会的情绪，花的管理成本、解释成本、担的政治风险最低。您拿这把尺子一量，答案就出来了。摇滚的基因里带着批判，带着反叛，这是他的命，改不掉。爵士呢，身上有一股西方酒吧的烙印。这些东西不是不好听，是用起来贵，你得盯着，你得解释，你还得担着万一出事的风险。民歌不一样，民歌的政治适配成本几乎是0。您看它绑定的东西，土地、家乡、劳动、亲情、民族团结、对好日子的盼头，天生安全，天生正向。您再看它的台风，端庄，笑得喜庆，穿的要么是灿烂的民族盛装，要么是端正的晚礼服。而最巧的是功能这一层，一个从湘西苗寨走出来的苗族姑娘，穿着民族盛装，站在国家舞台的正中央高声歌唱。诸位，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句完整的政治表达，一个字都不用说。我给各位打个比方，您单位年底办联欢会，领导让您挑个人上台压轴，您挑谁呢？那位才华横溢，喝多了爱骂人的，您不敢用；那位唱得极好，可一上台就即兴发挥的，您也不敢用。您最后挑的一定是唱得不错，笑得好看，让他唱什么就唱什么，从来不出岔子的那位。这不是您有眼无珠，这是您怕出事。单位联欢会您都怕出事，那全国级人盯着的直播呢？
顺带回答一个很多年轻朋友的疑问，为什么现在听那种唱法总觉得有点不自然？这感觉是真的，可原因不在它。现在的流行乐靠的是极灵敏的麦克风和贴着您耳朵的耳机，歌手玩的是进场，可以气声，可以轻盈，连喘气都给您留着，图的就是那种私密感，像在您耳边说私房话。他那一路叫晚会声乐，是国家仪式上用的声乐，他要的是原场，是又高又亮，是能穿过几十人的交响乐队，送到全场每一个角落。说白了，他的声音从设计之初就不是给耳机准备的，是给大剧场和大喇叭准备的。你拿耳机去听一个为广场设计的声音，当然嫌吵，这不是他的问题，是媒介换了。顺带说件，就是跟今天的主题对得特别上。1979年，李谷一给一部风光片录了首插曲，叫《相恋》。他用了当时很少见的气声唱法，声音贴着话筒，委婉，还带着叹息。这在当时是一端，反对的人直接扣帽子，灰暗、颓废、靡靡之音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度把这首歌给禁了。结果呢，1983年第一届春晚开了热线，观众能打电话点节目。当晚那几部热线被全国观众打爆，点的最多的就是这首被禁的歌。时任广电部部长顶着压力，现场拍板解禁。诸位记着这件事，禁一首歌的结果是全国人民一起点它。这个道理咱们这期后头还要再撞见一回。好，现在说最关键的那个位置是怎么空出来的。整个90年代压在所有民歌女歌手头上的不是她，是董文华。从15的月亮到血染的风采，一直到1994年的春天的故事，论政治规格，论传播深度，那个年代的董文华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。90年代末，厦门远华那个大案子爆出来，社会上开始流传他跟案子有牵扯的说法。诸位注意，这我必须把话说死。官方从头到尾没有对董文华做过任何公开的法律定性，他本人后来也公开否认过跟那案子有关系。这句我一定得说，咱们今天要拆的就是没有证据的说法，那我自己就不能顺手再造一个。可无论真相如何，那个体系里有一条铁律，政治风险的把控永远排第一。一个正在舆论漩涡中心的人，不适合再站到舞台正当中，于是他就那么消失了。而几乎同时，别的位置也在空。毛阿敏因为税务上的风波淡出了核心舞台，微微把重心挪去了海外。彭丽媛在2000年之后，因为丈夫已经升到省部级，身份变得敏感，开始有意减少演出。您各位听明白了吗？就那么几年，国家最高的晚会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女生真空，而这个真空是必须马上填上的。为什么必须？因为90年代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型晚会。诸位想想，那10年是什么光景？计划经济加速瓦解，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，东北的重工业基地，华北的纺织厂，成千上万习惯了铁饭碗的人一夜之间没了安全感。可与此同时，1997年香港回归，1999年澳门回归，2001年申奥成功，同一年加入世贸，一边是阵痛，一边是狂欢。那拿什么去安顿10几亿人的情绪呢？行政公文太冷，新闻联播太硬，纯商业娱乐又贯彻不了国家意志。答案就是大型电视晚会，它不再只是文艺娱乐，它成了国家治理的一环，是社会情绪的出口，也是国家意志的宣示台。既然是这么个东西，那站在正中央的那个人一天都不能空着。那么补进去的人得满足什么条件？头一条是正审，这关过不去，别的都免谈。而他的履历干净的挑不出毛病，最穷的苗寨出身，祖辈都是本分农民，没有复杂社会关系，没有海外背景，没有任何历史包袱。第二条，苗族身份天然带着象征，一出场就是民族团结。第三条，说出来您别笑，是他那张脸，太艳的长相搞严肃晚会容易显轻浮，线条太硬又缺亲和力。他是圆润脸型，五官端正，一笑特别喜庆，这在挑人的那些人眼里是硬指标。第四条，稳，几百场国家级直播，几乎没出过一次明显失误。诸位，在那种场合音准飘一下，高音破一个，那就是重大播出事故，从上到下一串人跟着倒霉。第五条，服从。穷到骨头里的童年，
让他几乎没有艺术家常见的那种大牌脾气。对机构来说，这意味着管理成本极低，出国演出也不用担心他乱说话。第6条，曲库。绝大多数歌手歌路是窄的，而他的代表作几乎覆盖了所有政治场景。要地方民俗有辣妹子，要母爱乡愁有小背篓，要慰问三军有兵哥哥，要给转型期打气有越来越好，要在最高规格场合宣示国家意志有爱我中华，要往西方输出软实力还有茉莉花。诸位把这6条摆在一起看，然后我要说今天最要紧的一句话了，没有哪个戏剧性的时刻，没有谁在哪张桌子上点了他的名，是央视，是军队文工团系统，是音乐学院，是宣传系统，是各种大型活动的组委会，这么一大堆互不隶属的机构，每一家都照着同一个逻辑做事，求安全，别出事，别担责任。一个机构发现把任务交给这个人，他每回都100%完成，不失误，不惹麻烦，那下回有大任务他当然还找他。这些机构压根不需要私下结成什么联盟，各自照着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运转就行了。10几年几百场磨出来的是一条极深的路径，所以它不是哪一个人制造的，是整个系统筛出来的，还得再加一条，这条是时代白送给他的。那会儿普通人家里的娱乐和信息来源就是一台电视机加一部收音机，除夕夜8点整，中国千家万户围在电视机前看的是同一个台，这种垄断的捧人能力大的惊人。一个新人只要在春晚黄金时段站上6分钟，转天就能火遍大江南北，而他连续20多年站在这个垄断的绝对核心，所以他能成为国民歌手，根子不在市场竞争。他是赶上了中国传媒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垄断红利，被同一个平台持续推送了1/4个世纪。诸位，您听听这个解释，他一点不浪漫，一点不刺激，而且要听懂他还得费点脑子，请您记住这个感觉，因为下一段马上就要用到它。好，回到那张纸条，这个说法不是一天长成的，它有4个阶段，而且诸位，它是越传越具体的。第一个阶段是90年代初，全靠嘴。那会儿没有互联网，也没有什么大众出版物，就是一张嘴传一张嘴，源头集中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饭桌上的闲聊，还有一些体制边缘人的私下交谈。这个阶段的故事很单薄，核心情节就是开头那张纸条，咱们不用任何内幕，就用常识看这件事。那是个什么场合？几十台摄像机，无数摄影记者，几百号演员近距离围观，再加一整套安保盯着领导人的每一个动作。在这儿第一张私人纸条，这么大的动作，能一点痕迹都不留吗？而30年过去，没有一个一手目击者，没有一件物证。第二层更要命，这套体系里的人根本不需要递纸条。最高领导人的日常联络走的是一整套秘书系统，层层审核，层层报备，层层记录。真要找一个人，一句话下去，自然有人去办，用得着像中学生递情书一样偷偷写条子吗？诸位，手写纸条恰恰是最留痕、最危险、最不符合权力运作逻辑的做法。那这个故事的原型是什么呢？我告诉您，是戏文。乾隆下江南遇上民间女子，皇帝在戏楼上赠个信物，这是中国老百姓最爱听的那一套。普通人想象最高权力的私生活，手里没有别的模具，只能拿戏文的模子去教。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末，香港杂志接手。那会儿香港市面上有一批刊物，专拿大陆的密室政治、高层斗争当卖点，他们把民间的口头段子收上来，用特派记者报道。中南海内部消息这一类看着很专业的形式包装出版，到这一步，故事升了一级，加进了2个制度化的细节。一个叫红卡，说他有张特殊通行证，不进安检，不用报备，自由出入。另一个叫专车和警卫，说中央警卫局给他配了防弹车和专职保镖，这2条杀伤力大，因为他们把私下交往升级成了特权滥用。可还是那句话，用常识，中南海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的地方，任何一个不是内部常驻的人要进去，哪怕副国级、正国级的高官，哪怕领导人自己的子女，都得提前报备身份，核对室友，过安检通道，凭一块腰牌畅通无阻。诸位，这又是古装戏。至于专车和警卫，这个更简单，
他在文工团的专业技术级别做到了3级，对应的是正军级待遇。按解放军的后勤标准，这个级别本来就配保障车辆、随行工作人员和指定医疗。那是海军政治部的后勤按章程办的事，跟中央警卫局是2个互不相干的衙门。杂志干了什么呢？他把一个军队高级技术干部的正常待遇，用夸张的修辞硬扯到另一个衙门头上，包装成了某种专属特权。第3个阶段是2000年代初，互联网来了。诸位知道那会中国有多少网民吗？1997年全国加起来62万人。可论坛这东西一出来，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就破了。海外的中文政治网站，国内早期的论坛成了新的集散地。国母这个头衔就是这个阶段冒出来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网上开始把他现实里的每一次高光重新做政治化解读。他2000年代在悉尼歌剧院，在维也纳金色大厅，在肯尼迪艺术中心办独唱，那是标准的国家级文化外交，背后站着外交部、文化部和驻外使领馆，用的是美国国家交响乐团那个级别的班底。而网上的解释是拿公权力送的私人生日礼物。第4个阶段是2011年，这一个最典型。那年6月，河南濮阳办了场大型演出，他压轴。演出中间，当地一个科级干部突然情绪失控，在他唱歌的时候冲上台强行搂住他要求合影，还在台上又扭又跳，场面一片混乱，处理得很快。因为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，行政拘留5天。又因为当时本该在单位值班，却擅自脱岗，免去职务。诸位，这处理重吗？一个公职人员擅自脱岗跑去，在几千人的场合骚扰演员，拘留5天加免职，这在哪儿都不算重。可这条新闻一上网，解释立刻就变了。网上到处是同一个声音，知道为什么处理的这么重吗？因为他摸了不能摸的人。您各位咂摸这个转折，一件清清楚楚的治安加纪律事件，被硬塞进那个旧故事里，反过来又给旧故事当了一次证据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诸位要问，如果都是假的，为什么从来没人出来澄清？开个发布会说清楚不就完了？不澄清不就等于默认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这个逻辑在咱们日常生活里也确实是成立的。可它在这件事上不成立，而且不成立的理由比您想的有意思。头一层叫辟谣的反向放大，一个涉及高层的桃色传闻，它流传的范围其实一直是有限的、边缘的，很多人只是隐约听说过，甚至压根没接触过细节。这个时候要是国家最高权威机构郑重其事开一场发布会，说纸条是假的，通行证是假的，那等于由国家亲自给这个饭桌段子做了一次全国通告。原本压根不知道这事的几亿人，一夜之间全知道了。而且传播学里有一条，任何对辟谣细节的复述，本质上都是对谣言的2次加深。您越是一条一条澄清，大众越会想，要不是真的你紧张什么？第2层是话语体系的问题。一个国家的发布会，公文、权威声明，讨论的必须是国计民生、主权安全、经济建设这一类事。要是国家级的宣传机构下场去回应春晚后台到底有没有塞纸条，诸位下场跟段子手辩论，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输了。第3层也是最讽刺的一层，在技术上还做不到精细引导的年代，最直接成本最低的手段是什么？是关键词过滤，是删帖，是封号。这办法看着有效，可它带来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后果。当大众发现这2个名字连在一起打都打不出来，一讨论就封号删帖，人心里想的不是这么一句，哦，那看来是假的。人心里想的是另一句，要只是无稽之谈，你们怕什么？删得这么狠，这不就是做贼心虚吗？您瞧，删帖本身反倒成了那个故事最有力的一条证据。诸位还记得相恋吗？禁一首歌的结果是全国人民一起点它。40年过去，这道理一点没变，只不过这回被禁的不是一首歌，是2个名字连在一起。制度的沉默，加上权力的傲慢，加上删帖带来的逆反，再加上辟谣的反向放大，这几样叠在一起，把这个神话保护的比什么都结实。官方越是用高压维持沉默，民间就越是用想象去填空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我觉得最值得琢磨的一个，为什么您愿意信？我不是在指责谁，我是说，
这里头有几条特别硬的人性。头一条叫归因简化。刚才我用了2000多字讲它怎么上位的：能力、训练、时代、媒介、制度、空缺、运气，一堆变量的合力。诸位听着累不累？累。而另一个解释只要一句话，因为上头有人喜欢它，一句话对2000字。您说哪个跑得快？人的脑子天生躲复杂，追简单因果，这不丢人，这是省电。第二条叫性别化归因，这是全世界都有的毛病。一个女人做成了一件大事，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去看她做了什么，是去找她背后的那个男人。第三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，是信息黑箱。诸位，海政文工团内部是怎么提拔人的？春晚剧组评估一个演员的安全系数时，真实的考量是什么？文化出海的名单又是怎么定的？您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有任何一个公开渠道解释过这些事，那么一个巨大的空白就留在那儿了。而人的脑子极度讨厌说不清楚的事。我再打个比方，您住的那栋楼天天半夜有响动，您问物业，物业不吭声，您问业委会，业委会说这不归我管，您在业主群里一提，帖子没了，您猜街坊们会怎么想？有人说是楼上偷着装修，有人说是地下室闹耗子，还有人说这楼当年盖的时候底下埋过什么东西。您说哪个对呢？可能一个都不对，可他们为什么长得出来？因为那个响动是真的，而解释是空的。诸位，人受不了一个真实的现象配一个空白的解释，您不给他一个，他就自己造一个，而且他自己造的那个一定比真相刺激。公开的制度不解释，大众就自己填，而人只会拿自己最熟的东西去填，拿后宫戏，拿街坊八卦，拿自己那点关于权力的想象。信息越不透明，填进去的东西就越离奇，而且越显得自洽。所以诸位，信息黑箱不但挡不住流言，它就是流言最好的温床。对嘞，今天咱们扯得有点长，茶水喝干了，烟也抽完了。最后我想说一句可能不太中听的话，这套流言看着是在夸大权力，对不对？说人家一手遮天，说一张条子就能定一个人的命运。可诸位，您把它翻过来看看，它其实是在缩小您对权力的理解。一台庞大的、冰冷的、按流程运转的机器，几十个互不隶属的机构各自求自保，10几年磨出一条路，这东西很难想，而且想明白了还挺让人不舒服，因为您会发现里头没有一个可以怪罪的人。可您要是把它想象成一个贪恋美色的老头，一切就轻松了。有具体的人，有具体的动机，有具体的坏，那台机器就显得没那么可怕了。所以我说，这不是在揭露权力，这是在安慰自己。至于他本人后来怎么样了呢？2012年之后，8项规定给豪华晚会画了红线，晚会狂飙的年代就此打住。2014年，连续24年之后，他头一回没上春晚。2018年，军队文工团编制体制调整落地，海政文工团整建制撤销，文工团这3个字退出了现役序列。他的职务是跟着编制一起没的，没有封杀，没有任何纪检部门的通报。今天他偶尔被人拍到，要么在音乐学院讲课，要么在家人身边，就是一个高级技术干部退居2线之后的日子。诸位，今天这期的骨头是这么一句话：政治神话从来不是因为证据充分才流传的，恰恰相反，它是因为制度留下了无法解释的空白。所以真想让一个谣言消失，办法从来不是删帖，是把该讲清楚的事讲清楚。一个说得清楚的地方是长不出神话的。爱听不听，因其名矣，求其有声。咱们下期见。